印度武器在让人失望这一点上从不让人失望，不管是光辉战机的自由落体表演，还是号称射程1500公里，发射后却经常找不到北的高超音速导弹，亦或是阅兵式上顶着凉棚和栅栏装甲，从立项到列装足足花了44年，爷爷辈立项，孙子辈才服役，堪称军工界归宿传奇的阿琼坦克。印度的军工主打一个按需次能用，为我们带来了无数欢声笑语。这种信奉拿来主义精髓，逛一圈世界轻兵器博物馆，看到哪国家的零件帅就直接拆下来做出来的武器，一旦发给前线士兵，马上就原形毕露。这就是英萨斯印度轻武器系统，一把集万家之长的印度神枪。至于它搓出来之后是让敌人闻风丧胆，还是让自家士兵欲哭无泪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把印度神枪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奇观。在普纳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实验室里，一群研究员围着一张图纸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自豪感。这张图纸上画的是印度军工寄予厚望的集大成之作，苏联 AK 的机匣和导气系统，比利时 FAL 的瓦斯调节器，德国 G3 的拉柄，加利尔的枪托设计，美国 M16 的防火帽，每一个零件都是从世界名枪上拆下来拼进去的。图纸拼完那一刻，所有人欢呼雀跃，仿佛完成了一张完美的拼图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将是印度军工的骄傲。拿着这份图纸，研究员们甚至准备好开香槟，庆祝着印度军工史上第一把印度轻武器系统的诞生。可到了前线，一名士兵从军需官手里接过这把崭新的步枪，科技感十足的半透明弹匣，与 AK 不太一样的左边拉柄。上战场前，他耳边还回荡着军需官说，这是研究院的最新成果，集百家之长。起初士兵以为这是夸，后来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。研究院确实做了不少功课，他们去看了世界上所有名枪，把各自的精华挑出来拼在英萨斯上。首先是苏联 AK 的机匣和导气系统作为打底。 AK 这东西简单粗暴结实，在泥浆里泡过捞出来照样响。研究院的人甚至幻想过，要是让卡拉什尼科夫本人看了这设计，估计斗地鼓掌说一句后继有人。既然用了 AK 的导气系统，那调节器也得选好的。他们翻出以前用的比利时 FAL 步枪，把那部分的成熟设计拆下来装上去，顺手的事儿。可能觉得 AK 的拉柄在右边太普通，他们转头看上了德国 G3， 护木左前方的拉柄往前一推就能上膛，立刻照搬。至少图纸上看，这个设计确实精妙，德国人做了几十年没出过毛病。最后是美国 M16 的防火帽，能有效抑制上跳，连射时准星不飘。图纸拼完那一刻，研究员们欢呼雀跃。根据他们当时公布的数据，这把英萨斯步枪不仅重量控制得宜，空枪 3.2 公斤，装弹后 4.65 公斤，更是完美结合了北约和华约轻兵器的所有优点，既有 AK 的绝对可靠性，又有 M16 的精准，还有以色列的舒适。军方看着这份说明书，嘴角疯狂上扬。但是机械工程不是玩乐高积木，把一堆好东西揉捏在一起，往往得不到黄金组合。他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图纸上画的再漂亮，也得造得出来才行。1994年，英萨斯开始批量生产，1998年正式装备印度陆军。然而刚一列装，问题随之而来。印度国产 5.56 毫米弹药的生产线渐时延误，子弹供应不上，枪造出来了，没子弹打，只有像买了一辆车，加油站加不到油，你只能推着走。1999年，印巴之间爆发了卡吉尔冲突。这场战争发生在克什米尔、拉克达地区的卡吉尔、德拉斯等海拔极高的山区，其中还有气温极低的西亚秦冰川，高海拔、极寒、风雪交加。这种恶劣环境不仅是对人类体能的考验，更是对武器装备的终极考核。英萨斯步枪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实战，也迎来了一场全面溃败。最搞笑的是那个半透明弹匣，研究员看到奥地利 AUG 和德国 G36 都在用半透明弹匣，能直接看见剩余弹药，换弹夹时心里有数，不用猜还剩几发，是个好东西。而且半透明材质本身就有科技感。他们在实验室里测试了样品，低温、高温、跌落测试都过了，报告上写着没问题，性能达标，可以量产。而在战场上，一名士兵趴在海拔5000多米高的冰川后面，手指冻得发麻，被对面巴基斯坦的 AK 打得抬不起头。好不容易抓到时机，按照标准战术动作，手掌用力拍弹匣底部，确保卡到位。但就在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一声脆响，低头一看，手里的半透明弹匣裂了，子弹哗啦洒了一地。零下20多度，那塑料冻透了，不是低温直接把它冻裂的，是低温让它变脆。士兵一个战术动作压上去，咔碎了，比印度老家门口老太太的瓷碗还碎。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，他们用的弹匣根本不是实验室里测试的那种耐寒高分子聚合物，因为成本太高，采购环节换了更便宜的商用塑料，入库单上的编号不一样，价格差了一大截，量产时变成了一块普通塑料。
设计规格写着按 AUG G36 级别执行，实际到了前线发的却是批发市场级，不只是低温开裂，连常温下的磕碰都可能让弹匣卡扣断裂。不止弹匣，拉柄也是个问题。AK 的拉柄在右侧，射击时左手握护木，右手不离握把，换弹匣拉击柄继续射击，整套动作连贯，手不用离开核心区域。反观英萨斯的拉柄在护木左前方，换弹匣在下面，拉枪机却得往前伸直了手去够，那姿势像在给枪行贿。更糟的是，因为传动杆和附近簧设计不合理，拉起来极其费力。有士兵反映，这拉柄有时候拉不动，得有2只手。设计局组长在图纸上看到德国 G3 的拉柄位置，只是觉得这样操作应该很流畅，但他没注意到德国人对传动杆和附近簧的加工精度公差能控制到 0.01 毫米级别，而印度兵工厂的工艺水平当时还在用大概差不多作为验收标准。图纸上一个精妙的德国设计，到了生产线上变成了一个长得像德国设计但拉不动的印度拉柄。至于那个结构结实耐用的 AK 机匣，是的 AK 确实结实，但那是因为苏联的材料工艺能把机匣做结实，而印度的钢材热处理不到位，同样结构做出来公差扩大了几倍，机匣间隙一大，问题就来了，不仅是拉不动，后面还有更离谱的事情。因为冶金工艺粗糙，英萨斯在连续射击后枪管容易膨胀变形，轻则机头无法闭锁到位，重则直接当场炸膛。前线士兵反映过，这枪打热了就得等它凉下来才能继续打，战场上敌人会给你时间等枪降温吗？再说3连发设计更是一场灾难，战场上士兵由于紧张也可能死扣扳机，导致弹药浪费，还无法保证命中率。3连发射击模式就是因此而生的。在当时，很多先进步枪，比如 M16 都是这么搞的。于是这个功能被加进了英萨斯，机械原理不算特别复杂，3个齿轮啮合，扣一次扳机打3发，然后停住。研究员拿到样枪测试了几轮，3发3发3发没问题。然而在战场上，士兵把快慢机拨到3发点放，扣下扳机，他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有时候他乖乖打3发，有时候打1发就卡了，有时候直接变全自动，组铁失灵，枪机停不下来，整匣子弹全泼出去了。印度士兵在战场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唯一解决方案，恐怕只有当场抱头跪地，举白旗投降。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，是因为3发点放需要极高精度的齿轮和组铁配合。印度兵工厂的设备做出来的齿轮，齿距误差肉眼可见，不是毫米级的误差，是看得见歪的误差。研究员画了一张精密图纸，生产线做出来的东西长得像图纸，但根本对不上。这不是设计的问题，是工业的问题。而士兵不懂这些，他们只知道这把枪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打几发就打几发，你管不着。这种精度误差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，喷油。研究员其实考虑过密封问题，枪击框和机匣之间有缝隙是正常的，任何自动武器都有，但他们计算的是 0.05 毫米的公差，实际量产出来的是 0.5 毫米，差了一个数量级。缺口大到润滑油和火药燃气能从缝隙里喷出来。样枪是手工装配的，每一把都用精密量具调过公差，前线拿到的量产枪是用差不多就行的标准造出来的，一套设计标准，2套制造产物。据说在一次战斗中，一名士兵正举枪瞄准，扣下扳机，一股滚烫的黑色油雾夹着火药燃气直接喷在他右眼上，他疼得丢了枪，捂着眼睛缩在石头后面。旁边的战友拍了他一下，你吓哭了。他咬着牙说被自己枪喷的。所以使用这把枪的印度士兵学会了射击时闭一只眼侧过脸，像在做某种高难度瑜伽。虽然闭眼的代价是看不见敌人，但至少保住了眼睛。英萨斯上面加装的刺刀就更搞笑了，刺刀作为白热化战斗中的最后兵器，设计目的是为了保证在极端情况下能让士兵拥有一个趁手的长武器，或者使用刺刀探路或破开障碍物等。但印度军工在这上面又省下一笔钱，研究员在图纸上画了刺刀座的位置，标准尺寸、标准公差、标准强度设计，而产线做出来的时候，卡榫槽湿了那么一点点，大概1张纸的厚度。就是这一点让刺刀获得了自由的翅膀。一名前线士兵冲出战壕，枪口装上刺刀准备冲锋，一扣扳机，后坐力顺着枪身穿到刺刀座上，直接震松了刺刀，飞出去插在3米外的雪地上。对面的敌人愣了一下，这是什么新式武器，怎么还带发射飞刀的？除了刺刀，提把也是个麻烦。研究员觉得加个提把方便士兵拎着枪走，很多步枪都有这设计，但他们没算到的是提把的固定螺栓强度不够，士兵在高原奔袭，跑几步提把就松了，再跑几步直接断了。一场仗打下来，印度士兵对英萨斯步枪的喜爱全都写在了几十万字的血泪报告里。有士兵甚至联名提交议案，要求把手中的英萨斯换成老式 AK。
其实英萨斯并不孤独，同样是拼凑设计出来的一坨铁疙瘩。英国的 L85A1 烂得也相当有水平，这把枪在波斯湾战争中的表现简直是英国的噩梦。弹匣释放钮设计的极为诡异，士兵只要衣服稍微蹭到一下，弹匣就自己掉到沙漠里。塑料零件一遇到高温或者连续射击，居然会开始融化变形，甚至直接破裂。最惨的是左撇子射手，因为 L85A1 采用毒牛式设计，抛壳口直接贴着射手的脸。据说曾有士兵因此被滚烫的弹壳砸断了门牙。当时的英国士兵对这把枪到底有多嫌弃？在波斯湾战争的漫天黄沙中，前线英军宁愿去扛死重的通用机枪，也不想端着这把能打断自己牙齿的 L85A1。但同样是开局拿了一手烂牌，同样是造出了惊世骇俗的工业垃圾，英国人后来的做法却让这把烂枪获得了新生。这也是两把烂枪命运的分水岭。面对前线铺天盖地的抱怨，英国高层的态度是承认这把枪就是个烂摊子，去请外援来帮忙改进。德国 HK 的工程师拆开后直摇头，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重新寻找高强度的复合材料，替换掉那些会融化的劣质塑料，重新设计了瓦斯传动系统，甚至把枪机内部那些公差极大、容易卡壳的细小零件全部重新开模精密加工。最后，德国人把一坨废铁改造成了后来性能可靠的 L85A2，甚至最近还搞出了更现代化的 L85A3。所以说，造出一把烂枪其实不可怕，毕竟谁家轻兵器发展史上没交过一点学费？当时的印度也想，要不我们也找外援。但对于印度而言，找外援意味着承认自己做不出来，而承认自己做不出来这件事比做不出来本身更难。最终，他们决定自己改。印度推出了英萨斯的改进型神剑突击步枪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以为他们终于开窍了，但仔细一看改良操作，真的是让人语塞。因为做不出来三发点放，索性改了瓦斯传动管的形状，直接变成全自动。护木只是换了个颜色，改成黑色塑料，看起来有战术感。至于公差、材料、精度一样没动。改进后的神剑送到陆军测试，得到的回复是还是那坨东西，直接退货。陆军不要，工厂还要维持生产。于是这批瑕疵品转头被塞给了印度警察和准军事部队。在丛林里，他们端着这把印度神枪，被拿老 AK 的游击队按在地上摩擦。一名警察后来说，敌人以为我在开火，其实我在修枪。准军事警察部队率先放弃了英萨斯，直接换回了以前的 AKM， 特种部队则跑去买了 T1221 和 X95。前前后后折腾了30年，最后印度军方签了2份合同，一份向美国 SIG 买了超过14万支 SIG 716 7.62乘51毫米全威力弹，另一份跟俄罗斯合资生产 AK203。2021年签署合同，采购约60万支。至于英萨斯的图纸还压在实验室的抽屉里，封面上写着印度国产轻武器系统，安静躺在那里，没人再提。其实回过头来看，英萨斯突击步枪的失败不只是一把轻兵器的设计失败，它更像是印度当时整个国家军工体系的一个缩影。重工业基础严重薄弱，连个合格的塑料都做不出来，却又极度好高骛远。今天追北约的小口径潮流，明天扛印度制造的大旗，结果两头都不靠。有时候承认自己不会造，反而比硬撑30年更需要勇气。好了，关于印度神枪英萨斯的故事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回过头来想一个问题，如果英萨斯这张图纸交给美国人去造，做到图纸上要求的全部公差和材料标准，它能不能成为一把真正能打的步枪？还是说这张图纸本身的设计思路就有问题，就算美军来造也救不回来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